飞机师怎么还没回来？他还在问那块布，非说要帮你打赢赌，好喝上3日的酒。哎，来了，你那儿怎么样？我今日见了2个人，他们分别遇见了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。可惜的是，他们都没太看清可疑者的脸。不过没关系，老旗长说还有2个人，明日会带给我见。你呢？为何不向本督察禀报案情的进展？一无所获。嗯？就这么简单？也太应付了事了吧！我本来有了线索，惠娘母亲说她犯了头病，去众生堂扎针，可众生堂的行医日志中，并没有记载。不过，那个翟郎中和他的伙计都有点奇怪。行医日志就在钱塘吗？嗯，带我去看看。跟我来。冬至前1日的日志是后来写的，至少比冬至当日写的晚。裴小姐确定？我3岁就会看墨色，这瞒不了我。我说，那个惠娘来过，行医日志后来被主人给改了，之前隐瞒是觉得丢人。惠娘是几个月前开始在我这里治头病的，每隔3日来扎一次针灸，冬至前的那日来了。今日病人多，前面还排了3、4个，你恐怕需多等一会儿。我头疼的厉害，这再等啊，命都当给你了。看什么？该打，还不赶紧到里面照料着！要不，还跟上次一样，后园药库，我把里面的针出了，再给后面的扎上，就过去。月亮门没锁，这是药库的钥匙。以前你多次带他到后园药库，是我被他的美色所迷惑，我有错。那日呢？那日我确实……惠娘，我来了。惠娘，惠娘，当时我琢磨，他一定是发现了大坟吓跑了，还想着下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嘴严点，替我保守秘密。可很快就听说光照寺发现了尸包，有人说是惠娘被碎了尸。我怕遭嫌疑，又怕被别人知道我和他丢人，所以就把行医日志给改了。但那时藏在阁楼上的恶人梁三起早已被卢县尉发现死了。惠娘应该不是在众生堂出的事，也许是跑出去之后。那日翟郎中去后园去了多久？不一会儿便回来了。我正要给病人出针，师傅回来后，便亲自出的。那晚上呢？翟郎中是否按时回家？回了，回家用完饭，我还给主人洗脚来着。
你闻出来了没有啊？去！老费，好你个罗凌风，竟敢戏耍于我！那布上有8种药的味道，且都是猛药，谁敢把那8种药材混在一起泡酒喝？说，那到底是什么布？包裹碎尸的布片。碎尸？哎，老费，这不是好东西。 8种药材不能混在一起泡酒，但各自的功效都是行气、祛风、活血的，治头病倒是管用，但是也没人把它们混在一起同时用啊，除非是那孟老怪，他敢。你说的是孟东老？对啊，是又怎么样？你不是说他早就死了吗？陆凌风啊，陆凌风，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住呢？阴气太重。我看你是在鬼市待久了，看哪儿阴气都重。我那不一样，我在鬼市待着舒服，这个地方，我一进院我就心惊肉跳。哎，走，跟我找地方喝酒去，我宁可喝醉了躺在大街上。走吧。回身，神木，抬腿。喜君小姐，季氏公昨夜没回来，死活不肯回来，我只好把她安排到县县，先住1晚。那他有没有说与孟东老的关系？没有，也是死活不肯说。真没想到，季氏公在南州的局县竟然还有老相识，只可惜人已经故去了。不然，我们可以打听打听，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哎，老费，你醒了？昨夜你喝了那么多酒，我以为此时你肯定鼾声如雷呢。陆凌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孟东老的坟在哪里啊？我好去拜祭拜祭。要不他老给我托梦，这吓得也不敢睡觉啊。那可不行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他是我师兄，行了吧？若是没来这局县也就罢了，既来了，还进了他的众生堂，这再不给他上个坟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？老费啊，这孟东老，他埋得可远了，好几10里山路呢。要不，等我们探破了碎尸案，再带你去。哎呀，不行，就这么定了，薛还识大体。老费，碎尸案我可和县令定下了7日之约，你也不想看我丢了官职吧？不是，哎呀，我又不要你们带我去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只要告诉我他埋在哪儿。局县西北40里外的寿山，孟东老是当地名医，你去那儿打听打听，没人不知道。好。好你个薛还，编瞎话张嘴就来啊！那我把他追回来，实情相告。不可，喜君小姐就住在众生堂，要是让她知道坟就建在阁楼中，她肯定会被吓着的。
卢县尉，你们回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们呢。怎么了？裴小姐乃奇人也，她画出来了。难道凶犯竟有这么多帮凶？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，可是我把这4张画放在一起，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。比如兽有楼锅。你怎么知道？师傅又找到几个曾见过可疑人的，他怀疑是同一个人，扮成了不同的样子，将4个尸包分别放在了4个寺院里面。我跟卢县尉想的一样，故将4人描绘的合在一起，选共同点，又画了一张。这个人有些面熟，我好像见过。我也觉得似曾相识。哎呀，就是想不起来了。畜生！给我站住！连孟老怪的坟都不知道在哪儿！我替他教训你这个不孝的外甥！老费，你打我干什么啊？打你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混蛋！害我白跑了几十里山路，我腿都快走断了，我还得打你！别打了，老费，是我的意思。你的意思？请无聊。老费，太不像话了！我知道，你先消消气，喝口水。我喝酒。哎，怎么了，老费？谢君，这是你画的？是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思念师兄心切，你就帮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说这画上之人是孟东老？没错，虽然几十年不见，但是孟老怪要是活到今天，肯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觉得面熟，原来就像孟老郎中了。对，那日抓住歹人后，我也进过阁楼，这与坟后的画像十分相像。坟？孟老怪的坟在哪儿？师兄，原来你竟葬在这里，难怪会给我托梦呢。师弟费英俊，拜上。师傅，好你个孟东老，你个孟老怪，你个孟老怪，你个孟老怪！老费，他就是个混账，他竟然让师傅给他守灵。这是药王孙思邈的雕像。正是恩师。你是孙思邈的弟子？那还有假？师傅生前收了13个徒弟。我别号费13，可不是什么家族排行13，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排行。他原名不叫孟东老，而叫孟东晓。因为他少年白头，所以师兄弟们都戏称他东老。他索性把名字给改了，可是我只管他叫孟老怪，因为他确实是个怪才，甚至都有点邪性。怎么个邪性法？当时师傅寻百药，这个孟东老专门负责捉蝎子和大蜈蚣。说来也奇怪，那些个毒物，只要一见到他，就吓得一动不动。他特立独行，不喜与人言谈，所以人缘很差。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师弟，
跟他走得稍微亲近一点。这孟东老回到这穷乡僻壤的局县，也算是不得志吧？他不回局县能怎么样？他是被驱逐出师门的。这又是为何？他做的那些事儿，触怒了师父。什么事？他是我师兄，不说也罢。你必须说，此事关系重大。为了了解人体经络，他盗墓取尸，这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。师父没有把他交到官府，这就已经算是格外施恩了。因为是我告诉师父的，这事儿他记了我的仇，所以我就想着在有生之年能够见着他，当面把这事儿说开了。可谁曾想，他早死了。太阳猫。对，别看这老小子平时心神冷酷，可唯独对猫，他是极为呵护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刚才坟旁边有几只猫，都是什么颜色？有一只黑的，好像还有一只黄色的。一只黄白相间，一只纯白的。验尸的时候，发现了5根猫毛，3黄1黑1白。此地确实阴气很重，不得住人。你等，搬回县谢去住。为什么？我不怕。赶紧收拾东西搬走。雪花，跟着你家小姐，要寸步不离。是。师傅，小姐给您送饭来了。你不让我们住在这儿，却自己守了一夜，又是何故？这一夜，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：梁三喜自杀是为了替人隐瞒秘密，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孟东老。我决定开棺。什么？楼里建坟？怎么可能？卢县尉弄错了吧？此坟确实让人难以置信，可事实就是如此。开棺并非小事，故特请县令允许，并且我还怀疑孟东老没死，且极有可能就是碎尸案的真凶。极有可能？就并非是板上钉钉嘛。像这种有违律制良俗的事，可要谨慎啊！况且，众生堂所在的那条街在局县属最繁华的。现在如果让人知道宅子里有座坟，那整条街还不转眼就荒凉了吗？此事传扬出去，本县令官运何在？是啊，卢凌风。卢贤弟，我求求你了，这件事如果闹大了，我恐怕是真的要丢官了。若孟东老之坟无鬼，我卢凌风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若县令执意阻止开棺，我就只能与你去南州刺史面前理论。不是你，哎呀，只是不要吓到百姓，最好也不要把消息传出去。卢贤弟，还要想个万全之策呀。众生堂有猫妖作祟，官府捉妖，50分烧，为防邪灵弥散，
百姓暂避。猫妖不猫妖的，咱不知道，但这众生堂确实猫多。是啊，每日都能看到一群猫在那墙头上相互追逐。新来的卢县尉可真厉害，连猫妖都敢捉，可不像先前那些官儿，他那宅子进都不敢进。不可啊，不可呀！陆县尉，看在我舅舅给那么多人治过病的份上，就保全了这个坟吧。让开！县令已准开坟，若再阻拦，横刀无情。陆县尉，裴县令，陆县尉，不可呀，不可呀，不可呀！开！陆林峰，若我舅舅在里边，我必搞得你身败名裂。要不你再想想，孟老怪确实怪，但也许他真的死了呢。飞鹰郡，叫谁呢？此时不可动摇军心。卢凌风，相信自己。陆县尉，猫妖已诛灭。你们刚才烧的是什么呀？啊，回县令，是拿稻草制作的巨型猫状物，烧起来烟火不小呢。哦，好，开棺！舅舅啊，我还说对不起你呀，没能保住你的坟墓。陆凌风，你不得好死！陆县尉，你不是说里面没人吗？师兄，洛阳一别，再见面，竟是阴阳两隔。舅舅，不对，这不是孟老怪。老飞，何出此言？这就是一具骨头架子而已。死人化作白骨，岂是这个样子？而且，这分明是一个身体修长的女子骨架。你小子也跟着孟老怪学医多年，也不会看不出来吧？的确是女子。薛欢小哥，这栋废弃多年的房子里似有洞口，在前面，就在这儿。
月娘啊，我也定不会辜负你的。何人如此大胆？局县县尉卢凌风。哼，还是来了，知道回来。没想到来得这么早，这么快。孟老怪，你真的还活着啊？费13，你也来看我了？你忘了？你忘了当年师傅为何将你驱逐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为何还要如此执迷不悟？哼，几十年前你就对不起我，如今到了局县，还想来教训我？你不该跪下来给我这个师兄认错啊！什么师兄？你这凶犯没有资格教训别人。济世公，别理他。孟东老，这些头颅应该是梁三起给你送来的吧？这个梁三起，我还以为伺候我老头1年腻了，跑了，原来落在你手里了。师傅，您料事如神，果然另有密道。这个暗道是梁三起给你送吃送喝，还有送头颅的吧？你猜对了，医者父母也。我对梁三起有再造之恩，他对我忠心耿耿。你不配称医，医者应悬壶济世，有仁爱之心，而你枉杀无辜，如此狠毒，你会下18层地狱的。小丫头片子，你不觉得我这个暗示就是地狱吗？为了救1000万人，我一人以身下地狱。疯了，疯了！师傅竟然教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，你就是个疯子！孟东老，40年前，只有17岁的管子君，也是惨死于你手。是，那姑娘如花似玉。你为何碎尸？我要留下完整的骨架，探研医术，注写古经，以救众人。40年了，我每日都给他烧香。如今啊，我把它装在了我的棺材里，就是替众生感激他。半年前，为了专心攻破头病，我服下了自制的药，可暂避气息，7日后复生。我这个外甥还算孝顺，真把我埋在了这阁楼当中。那面前的这副尸骨，应该就是惠娘的吧？是，梁三起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，可他是个色鬼，只知道找那些美貌的女子。我要的是有头病的，他找的，我一个都不满意。幸好，他来了。那日我饿极了，从通道上去，潜回众生堂，想在药库里猫到天黑，再出去找吃的。没想到，我想通过他，一定会找到治好头疾的方法。我会完成我的头痛书，让它千古流传。丢弃石宝与寺院，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。你们这2个当官的，
我给你们个造福百姓的机会。不都是秋后问斩吗？你们就把这儿改成个牢狱，每天随便给我点吃的。明年秋天，我定可完成头痛书。到那时候，你们就给我孟东老建一座庙，牌匾写上“在世华佗”。怎么？你们觉得我不配有庙？我告诉你们，1000年后，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于我的著作。谁会在乎我曾经是个人命犯？你罪大恶极，恐怕等不到明年秋天了。师傅，孟东老已被正法，极县百姓人人拍手称快。翟良为孟东老收了尸。是我在上宝州里的公文中，力陈孟东老罪大恶极，当从速处决。我这样做，到底对不对？你怀疑自己做错了？我在想，若是苏明，他最终会如何选择？听说你要走，也该走了，都待了1个多月了。义兄一个人在南州，姬氏公跟薛环都不能回去，只有我回去了。老费如何不能？局县既无好酒，也没有像老少相携那样的佳肴。这1个月，姬氏公在忙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好多了，药不能停，连吃3日，针灸还要接着扎，隔日1次。你先到隔壁针室等着，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扎针。多谢神医了，多谢神医。飞神医，飞神医，飞神医！你怎么来了？回刀呢？我爹全好了，今天连续宰了3头猪，这会儿正要去吃请呢。喝酒？啊，喝酒他怎么不叫上我呀？就是让我来请您的。请客的这位啊，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。啊，还有这个，我爹让我给您的，新鲜，一会儿您就要多吃点啊。我肯定会的。师傅，您喝尽兴，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你。行。多谢费医师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区小事不值一提呀，弄这么一个匾，这不太好吧？我2人的头病都犯了好几年了，半个月您就给医好了，您就是在世华佗呀！费永俊郎中啊，您就把匾收下吧，收下吧。收下吧。费英俊，这个名字听着真别扭。可以想象，
年轻时候的济世公长得一定配得上这个名字。没想到这个混迹于长安鬼市的飞机师，竟是药王弟子，更没想到他会跟着我南下，并且治好局县百姓的偷疾。这世上的缘分之妙啊，妙不可言。好像陪你一起南下的，不止济世公一个人吧？缘分确实妙不可言，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。比如今天，今天，乔帮你下的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道尽世间情，本为念，愿为心。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。山伏荆棘高，为愿求安心，为正义。就要出局县了，你只能送我到这儿了。前面都是官道了，近来凶顽扫除，乾坤又一郎了。小姐，定会平安无恙。有中郎将相随，自是平安无恙。我刚才想说，我只能送到这儿。人是只能送到这儿了。但若心能一路相随，我自平安无恙。将情浪花清澈好风景，冉冉正气，是心有所依。玉。卢县尉回来了，县令刚才找您来着，好像挺急。哦，雷县令，叶县城，有何急事？卢县尉，你还是自己看看吧。为何罢黜我官职？这上面都写着，以猫妖之说蛊惑百姓。是何人搞的刁状？熊刺史在信里也没有写得太清楚，但好像并不是有人告状，而是朝廷的意思。长安。一路平安，卢县尉，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呐！卢县尉，一路平安啊！一路平安，卢县尉，一路平安，平安，保重，卢县尉，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。卢县尉，一路平安。贤弟，在局县这2个月，雷某受益匪浅，由衷敬佩。今后雷某为官1日，必为民做事。卢兄，你正直无私，智勇双全。今日虽被罢官，但终有柳暗花明之时。卢县尉，就此别过，就此别过。卢县尉对我局县有恩，我等拜别。卢县尉，一路
献父老，山高水远，就此别过。苏兄啊，调往宁湖虽仍任司马，可那里地处江南富庶之地，且是中州，苏兄自此平步青云了。兄此事啊，苏明到南州也没有多久啊，调升的是不是太快了？哎，不快不快不快！苏司马此番晋升，那是当之无愧呀！回想在南州这些日子，苏司马亲处时务，诸事那是井井有条啊，令我这个长史都汗颜呐。关键是，苏兄上面有人呐。飞黄腾达之日，可别忘了为我和罗长史美言呐。怎么，卢凌风被弹劾罢官，苏明却要高升了？哎呦！卢兄回来了！哎呀，卢兄在局县探破大案，州里正欲嘉奖，可没想到卢兄被弹劾，这事儿可不关我和刺史的事儿啊！哦，你的意思是，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？不会吧？我被驱逐出京，是苏司马收留的我，他若弹劾我，岂不是引火烧身？当然不是苏司马了。哎，苏兄，可否据实以告？当然。苏兄，前些日子，朝中的监察御史巡按南州了。御史？可是公主的人。原来如此，我在局县几个月，最想念望宾楼的美酒，还有老少相携。熊刺史，罗长史，可否给我一个面子，让我卢凌风也请一回客？谁要请客？请客可不能落下我呀！老费，好你个卢凌风，也太不仗义了！离开局县，你也不叫上我。费老神医，我见你在局县为百姓解除投机之苦，本不想打扰，可你怎么……哎呀，我不是已经收徒弟了吗？除了翟良之外，还有4个郎中给我磕了头。我已经把药方子和针灸之法都留下了，准保能除局县百姓的投机之苦。要我说，这酒该喝。为了探破诡案的卢凌风，也为了治病救人的费老神医。那好，再叫上黄班头和谢班头，欧阳全，还有诗人冷吉，咱们呼朋唤友，大醉一场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陪卢贤弟一醉方休。今熊刺史、罗长史、欧阳全，还有冷吉，都喝醉了。最高兴的是黄班头和谢班头，平日里他们哪有机会和刺史同饮呀？一个劲的谢我呀！苏明，我要谢谢你，这次在局县。你借予我的那3卷旧书派上了用场。初番时并不惊奇，再品却回味无穷，神书也。卢凌风啊，你不是凡人，何以？一般人得罪了公主，
必被太子看中，得罪了太子，必会成为公主的人。可像你这样，被太子逐出了长安，又被公主罢了官的，我苏明从来没有见过，从来没见过。你说这无聊的话，何用？今夜痛饮，你豪情万丈，怎么着？对于被罢官之事，一点都不在乎？在乎又怎样？不在乎又怎样？还是说你吧？你东调宁虎，也是公主的意思吧？我还是小看你了。我原本以为你远到南州会寄情山水，做个逍遥之人，没想到你却日夜勤于公事，以至于刺史和长史都无事可做。公主当然要提携你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就是公主提携我的，行了吧？说说你，周郎家以后是怎么打算的？哎，要不然你就跟我去那个宁虎，继续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？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心安呐。啊？对我而言，都是过眼云烟。今后，我当行江湖之远，江湖之远呐！是苏明派你来劝我的。我不是来劝你的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愿随你远行。你说什么？裴喜君愿随庐陵风，泛舟天地，夜雨江湖，天涯海角，无怨无悔。你说什么？我让你劝庐陵风随我去宁虎，你却要跟着他去漂泊江湖。喜君，我的义妹，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望义兄成全。可倘若哪天裴侍郎找我要女儿，我该怎么回答？义兄只需说喜君跟庐陵风隐遁去了，不必牵挂。哎呀，那日在长安，是我断出你心系之人就是他庐陵风，可我没想到，竟是这样的结局。一个是出身名门世家的贵公子，一个是朝廷重臣的千金，你们真的要去做江湖的漂泊客吗？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吧。唉，也罢，那为兄就只能祝福你们了。多谢义兄。江湖虽远，喜君却不会忘了义兄。不管将来您到哪里做官，我都会去看望您的。那薛环，就拜托给义兄了。放心吧。苏先生、小姐，我师傅他不在房里，他的横刀、长枪还有3册旧书，
都不见了。这个混蛋，竟然丢下我自己走了。庐陵风此举乃君子之为也。义兄，你还替他说话？江湖艰险，他是不舍得让你跟着他一起受苦。庐陵风，喜君，不哭了。这一选择充分地证明了他心智的成熟，他已经可以不被情绪所左右。你该替他高兴才对。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沉沦，不日我们就会与中郎将江湖再见的。先生，您的意思是说师傅还会回来的？好了，别瞎打听了，去，把老费叫起来，咱们该出发了。啊，好。他对你早已心有所属，你放心，此次分别一定是暂时的。我倒是想借此机会让那个熊刺史派人先把你送回长安。上次那个从京城来的那个巡查御史，替你父亲带话了，他很想你。我也想念父亲，但我还是要跟着义兄。你这又是为何呢？庐陵风是被逐出长安的，我如果回去，可能就永远无法再与他相见了。跟着义兄则不然，他若回心转意，定会到宁湖找我们的。也好，有义妹相随，宁湖之行就不会那么枯燥了。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个宁湖刺史，但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。哦，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，对他有何成见啊？算了，不说了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老费也不在，师傅不会带着他去闯荡江湖了吧？不会的，费技师一定是昨夜听说宁湖有好酒，又替我当先行官去了，错不了。眼见就要进宁湖城了，却下起这么大的雨，真是倒霉。先生和小姐脚下小心啊！是啊，路太滑了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用管他，就全当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故事中的怪物出来了。义兄，你别吓我。先生，那您接着讲吧，我就爱听那些稀奇古怪的。古人说，渡江越湖时，不能把血滴在草丛里，否则被江边湖畔的驼舔到，活的魂灵会依附在人身上，滴血者就一定会遭厄运。驼是什么呀？驼，鳄鱼也。书中记载啊，原来的宁湖又叫沱州。我想啊，这鳄鱼应该有很多。义兄，你看，前面有座大庙。哼，太好了，我们到庙里避避雨，明日再进城啊。
此处离大湖很近，恐有庞然大物让马受了惊。明日雨过天晴，咱们自然会回来的。什么庞然大物啊？这我也说不好。可会伤人？进了庙应该就安全了。走。小姐，别怕。一休博士，可知这盖着红盖头的是什么神啊？哎呀，刚才着急进来避雨，没看这是什么庙。此神像诡异，我还真说不好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邪性，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。马受惊跑了，地方咱们换不了了，就只能在这里避雨，等待天亮了。快，都跟上！陆公子，庙里若有人怎么办？给邪神上香，岂是良善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宣魂，来者身份不明，暂避为妙。跟我来。破神庙统统烧毁！果然是商会的人。陆勇，尔等夜闯神庙，竟欲纵火，你可知罪？沈冲，你凭什么问罪于我？今夜就取你狗命！呀！陆公子，他们人若失众了，快走！撤！给我追！神灵寺，饶命！我知道错了，饶命啊！你呢？驼神社无恶不作，这驼神庙就该烧。那可就不好办，捆住他们的手脚，扔进大湖，被拖去。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神灵寺，饶命啊！神灵寺好像还有人。必是陆勇同伙，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。杀！何人饶我安眠？神灵寺，想必是我们惊动了驼神的老人家。
这声音，屠神在上，我得给你磕头了。驼神在上，有人妄图搅扰神尊，我已将其击退。已知。今夜风雨，吾当早眠。汝等退下。何故迟缓？不敢不敢，驼神息怒，神通告退，快撤！驼神，那就是鳄鱼神了。怎么还有供这个的？姑娘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又是什么人？倒是会装神弄鬼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敢对先生无礼！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，我看你们三个不像盗贼啊！你说谁盗贼呢？我家先生可是……姑娘，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2伙人中的一伙，他们暂时不会回来，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。这我还不知道，用得着你说？哼，真是无礼！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。行了，咱们也赶紧走吧，连夜冒雨进城。薛环，累了吧？来，我替你背会儿。那怎么行？您是新上任的司马，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？有何不可？拿着，啊，快点。驼神来了！啊！快去看看驼神了！尔等何人？为何不跪？这是新到任的苏司马。新上任的司马就可以不跪吗？哼，别说司马，就是刺史遇到驼神，那也得跪。是啊，司马做什么？得罪了驼神，老百姓可要遭殃的。快跪下吧！快跪下！对呀，你跪下！哎呦，你们不能得罪了驼神呐！这驼神跪下吧！快跪下吧！义兄，此地诡异，不可吃眼前亏。我看他不像司马，像是个教书先生。你看，还自己背着书箱呢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快跪！神领司，神领司息怒。见过顾长史，曾参军也在。老朽见过神领司。神领司，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，像是不知风俗，日后熟悉了，定会膜拜驼神。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，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？如何行方便？司马，做个姿态吧。
神令司慢走。宁湖长史顾文彬，这位是州里的司仓参军曾三一。苏明见过顾长史，曾参军，刚才谢过了。知司马是从南州直接调任，这一路山水可不好走啊。先安顿下来，今晚顾某摆酒席，为司马接风。苏某应即刻拜见刺史吧。也好，我带你去。那老朽就告辞了。这驼神社领司沈冲，平日虽霸气了些，但也确实为州里做了不少的事。你就拿税赋来说，每年收取时，州里无需再派人催缴，神社会提前从商人和百姓那里帮着收取，无人敢不交。古历任刺史都给神社面子，更何况驼神还能保佑宁湖风调雨顺，本州富饶啊，多亏了驼神呐。这别墅也是多年前神社所建，赠予州里的，后来就成了历任刺史的休憩之所。请。这人叫李四，是个哑巴。我曾建议刺史换个能说会道的人伺候，可他与老仆情深，始终不肯换。李四，过来过来。我问你，刺史可在啊？哦，刺史在屋里啊。去敲门，就说新任司马来拜，快去快去。刺史住在这里，就是为了专心处理公事。他从不叫任何人打搅，就是三餐，也只让李四放在窗台上。哦。刺史，李刺史，快，把门撞开！贺参军，这位是新来的苏司马。李刺史被害，事关重大，苏司马是断案高手，你可多向他请教。司马今日才到，先回去歇息吧。案情有了进展，自当禀告。哎，贺参军，先生，这里的司马府没有南州大。能住就行。哎，义兄回来了。院子不大，倒还干净。有劳一妹了。义兄为何闷闷不乐？
本想拜见刺史，但他没见你，这个李煜也太狂妄了。他已死于非命。什么？这里可是司马府啊！老费，你果然先来了宁湖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不好玩，不好玩，宁湖一点都不好玩。如何不好玩？你没寻到名酒？寻是寻到了，大名鼎鼎的驼神酒，就是喝不上啊。还有你老费喝不上的酒。怎么，盘缠又花完了？其实根本不是盘缠的事儿。这驼神酒早年叫南天茗，是宁湖老百姓最爱喝的酒，什么喜宴呐、寿宴呐，必不可少。哎，可如今呐，由邀月楼独家酿造，只供驼神专享。又是驼神，酒都不让人喝，还强迫我们下跪，这驼神好霸道！义兄，我总觉得此州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不是一般的不对劲儿，是非常之诡异。樱桃小姐，你放心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会全力查这个案子。刺史生前待我不薄，我能做司法参军，便是拜他所提拔。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四叔。哎，苏无名，咱这是去哪儿啊？邀月楼。哎呀，我去过了，那驼神酒人家不卖。我是新任的宁湖司马，他们不该多少给我点面子吗？哎，苏无名，你并不是一个好酒之人呢，此番是要为我老费亲自出马吗？对呀。嘿嘿，你这不赖啊，做你的门客我不冤啊。嘿嘿，此酒乃驼湖之水精酿而成，原先宁湖有17家可酿制，可如今他们都没这资格了，我们家每月也只能出窖30坛。你别说这没用的，赶紧弄一坛子来，给我们苏司马尝尝啊！哎，这刺史来了也不行。好大的口气！哎，你也别生气，也不是绝对喝不到。每年3月初3的上巳节，驼神在诞辰那日会显灵，驼神岛上会举行观神大典，这登岛的官民就有机会喝到。您是司马，是个大官，一定会邀请您上岛的。可是司马现在就想喝，那可不行，这要是触犯了驼神，可不得了。州里的美酒由州里的百姓享用，本是天经地义之事。若被所谓驼神独占，那他恐怕就不可称之为神了。哎，别乱说，这要是被神社听到，会连累到我的呀。你们如此膜拜，还有什么观神大典？那我问你，你可见过驼神？这小的没那眼福，不过我们家主人见过呀。把他叫来，快去呀！哦，见驼神有何稀奇？每年上巳节，我负责运酒上岛，驼神他老人家都会出现数丈高的真身，还会向有幸登岛的官员和百姓问话呢。宁湖一直就有这驼神？当然，从后汉时就有。不过，驼神他老人家第一次显灵是在30年前。
行行行，驼神他老人家会显灵，我信了。我一会儿就到驼神庙去烧香，行吧？这妖月楼可是你开的，你肯定有办法让我们苏司马喝上驼神酒。我们苏司马可是在京城做过官，钱不在话下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要私底下卖给你们，那是要丢性命的。你可是朝廷的命官呐！驼神社如此专横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说到底，这就不是酒的事儿，这是朝廷的尊严，官府的威望。求你们了，就再宽限些日子吧，求求你们了！ 3个月前你说生意不好，我不但宽限于你，还借钱给你。现在你连借的钱都还不上，你叫我怎么向神社交代？那是利息太高了。说什么？我说错了。最近这客栈生意不好，你再宽限我们几天。我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也一定把欠的钱还上。我看你就是不敬驼神。不要啊！你是谁？不管我是谁，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欺压百姓。你想对抗驼神社吗？嘿，好大的胆子！我告诉你吧，这是新任的宁湖司马，大名鼎鼎的苏无名。新上任的，不知道什么来头。既然是司马求情，那就再宽限他3日。走。朗朗乾坤，竟有这么个驼神社如此胡作非为，我大唐的尊严何在？哎呦，司马，切莫在我家乱说呀！驼神神通广大，被他老人家听到了，我是会受牵连的。你看，我就说他要为驼神说话。我有个侄子是钱塘人，去年搬来开米店，性子倔，不交社钱，也不交香火钱。我骂他，他还不听，结果就把性命丢了。性命关天，国有国法，驼神社岂能善决生死？国法那是人定的，也是管人的，可驼神是神呐。你刚才说的香火钱，还有什么社钱，那都是什么钱啊？在宁湖，只要你做买卖，就等于默认是神社成员。每个月必须交1次社钱，至于香火钱，则是看你1年赚了多少，从所赚的钱中抽取3成。这不是巧取豪夺吗？就没人反抗？反抗？这不想风调雨顺了，不想五谷丰登了。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。晚辈不解，这宁湖人为何都信奉着驼神呢？后汉末年，宁湖遭了1000年未遇的大洪水，百姓活下来的不足100人，就是因为爬到了一头巨驼的背上。所以自那以后，宁湖的人就视驼为神了。难怪呀！原来驼神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呐。那可不是，那人总不能知恩不报啊。老人家，您可见过驼神的真身？我见过，3年前。那一年我的生意好，上交的香火钱多，没想到上4节的时候，竟然被幸运地选中了上岛。我与宁湖官员和同样幸运的百姓一起目睹了驼神数丈高的真身，那一刻，我是激动的老泪纵横啊！苏无名，要不咱也到岛上去见识见识？那驼神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哼！除了上4节之外，其他日子擅自上岛，那是要被投入万驼之责的。万驼之责？驼神子孙择中养首，专吃那些不敬驼神和违背神意的血食。
我的侄儿就……不过，在这宁湖，也有人不敬驼神，比如那商会的陆公子。果然是商会的陆勇，尔等夜闯神庙，境遇纵火，彼可治罪。陆勇，对对对，就是他，明目张胆的跟驼神作对。哎，我看他的小命也快交代了。拜见张氏。陆勇啊，我与你并无交结，你找我何事啊？张氏，现在这件事，陆勇也只能拜托您了。这是我偶然所得，张氏。啊，驼神社实录，虽未属作者之名，但却记录了驼神社的一桩桩罪行。上面所录并非虚妄之词，皆有理有据。我也听说，你在商会里召集了些人，专门对抗驼神社。可敬重驼神、拥戴驼神社，是本州多少年的传统啊！顾长史，您好好看看这卷实录，便知有多少恶是以驼神之名去做的。您是本州的父母官，陆勇斗胆请您为民做主。